一口气看完18位斗尊强者，黑化云山等级最低逼格却最高，最后一位轻松秒杀冰尊者。斗宗强者恐怖如斯，可惜在斗尊强者面前依旧不堪一击，随便一位斗尊就可以轻松捏死一大群斗宗。动画演绎至今已经出现了18位斗尊，下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。首先等级最低的一位自然是天火尊者，因为胖老头复活之后只有1星斗尊的实力，虽说等级最低，可天火尊者却是逼格最高的一位。刚刚变身黑化云山就玩了一波单手捏爆巅峰斗宗，这波操作也让我们见识到斗宗和斗尊之间的差距。当然天火尊者和其他尊者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复活的时候借用了云山的身躯，黑化云山自带一种霸气威慑，光看长相就感觉非同一般。第二位尊者则是冰河谷天双子，老匹夫的等级和天火尊者一样，他也是一位1星斗尊，可这家伙已经踏入斗尊境界许久，所以他和要天火打斗的时候基本呈现5-5开。只不过林老现身之后，天双子瞬间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看到这一幕确实很搞笑。第三位尊者则是四方阁黄泉尊者，老头本身就不是善茬，所以面容长相也很阴邪，除了登场的时候秀了一把之外，后续剧情几乎就是打嘴炮，根本不会出手展现实力。由于黄泉尊者后期几乎没什么戏份，估计在动画中很难再次出现，就算露脸估计也是幻魔节约成本。接下来则是魂殿青海尊者，作为一位2星斗尊，青海尊者登场的气势还算不错，天双子竟然对他毕恭毕敬，而且青海尊者出手对付消护法也很给力，毕竟消护法已经解除了天火3玄变，可惜后面的表现就很尴尬，单挑小医仙又感觉打不过，嘴里吼着小医仙的毒斗气太过强悍，结局还被薰儿单手灭杀，连一个自爆的机会都被动画组砍掉，想想还真是憋屈。第5位斗尊则是小医仙，小医仙直接从斗宗境界踏入2星斗尊巅峰，这种晋升速度就连萧炎也赶不上。也有人觉得小医仙直接踏入3星斗尊境界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小医仙刚刚踏入斗尊就可以压住青海尊者，但小医仙在木谷老人面前似乎又只能打嘴炮，毕竟木谷老人面对小医仙和天火尊者都没有丝毫惧怕。第6位斗尊则是剑尊者，剑尊者也拥有3星斗尊实力，由于万剑阁和星陨阁的关系稍微好一些，当萧炎大闹四方阁大会的时候，剑尊者并未落井下石，反而出口告诫雷尊者千万不要冲动。从言谈举止明显可以看出，倘若四方阁真的兵刃相见，剑尊者一定会站在风尊者这边。第7位斗尊则是雷尊者，由于萧炎大闹风雷北阁这件事，雷尊者本身就看不惯萧炎，而且在四方阁大会之上，凤青儿又被萧炎打败，如果站在旁人的视角来看，风雷阁这次真可谓丢尽了颜面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雷尊者也很憎恨萧炎，可惜雷尊者的下场也很凄惨，除了搭进整个风雷阁不说，最后还被萧炎一只手捏死，或许这就是得罪主角的下场。第8位斗尊则是尊老晴天，由于小说描述并未直接交代晴天的境界，所以很多人把他当作3星斗尊看待。晴天的实力似乎不算太强，毕竟对付萧炎一个灵魂分身还打了好几次，当时萧炎刚刚晋升1星斗宗，按理来说斗尊强者随便一巴掌就可以拍死萧炎，没想到还打了好几次，搞不好这货真是阴找老人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弱鸡。第9位斗尊则是木谷老人，到目前为止，这家伙才是对萧炎威胁最大的斗尊，因为木谷老人的目标竟然是焚诀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，木谷一定会亲手灭杀萧炎，然后取走焚诀和异火。只是萧炎的主角光环非常强大，第一次遇上木谷就逼出玄空子，第2次遇上木谷又逼出远古龙雄。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下第10位斗尊强者熊战，熊战的本体乃是远古龙雄，差不多也是3星斗尊实力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熊战才敢和木谷老人对抗。倘若熊战只有2星斗尊实力，估计木谷老人不会轻易退去。第11位斗尊则是风尊者，相对来说4星斗尊巅峰的实力确实可怕，就算只比雷尊者多了1颗星，风尊者也可以碾压雷尊者。这也是为什么风尊者保下萧炎的时候，雷尊者也只敢打嘴炮，根本不敢出手对付风尊者。只是风尊者也爱吹牛，他给萧炎的玉佩似乎没什么卵用，萧炎真正捏碎的时候，风贤并未做到及时现身救场。第12位斗尊则是冰尊者，冰尊者的实力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议，小说描述只有4星斗尊，可萧炎却说他和唐振不相上下，而且从冰尊者的表现来看，确实感觉5星斗尊更为合适，因为他随便一招就可以击溃小医仙和天火尊者。由于冰尊者还有恶难毒体加持，所以我们认为冰尊者的实力应该强于风尊者，就算两人单打独斗，估计风尊者也不是对手。第13位露面的斗尊则是唐振，唐振可是一位实打实的5星巅峰斗尊，而且唐振还有9龙雷罡火，硬核实力自然不用说，加上焚炎老祖和萧玄的关系也不错，对于萧炎来说焚炎谷算是一支不错的友军，后续唐振也会帮助萧炎。至于冰尊者那个小小的冰河谷，自然逃不掉灭的命运。接下来2位斗尊则是来自古族的林老和元老，两人的实力都很强悍，从打斗的情况来看，元老的斗气等级甚至还在冰尊者之上。由于两人出场的戏份并不多，仅仅只是拯救萧炎的时候秀了一把，但他们的实力确实值得肯定，随便一人都可以搞定冰尊者，尤其是元老，由于人物建模的原因，很多小伙伴调侃他是苏千院长的大号。最后3位斗尊则是丹塔3大巨头，3人的境界都是斗尊巅峰，同时3人也是8品巅峰炼药师。我们重点看一下玄空子，作为药尘的好基友，玄空子到最后还会踏入半圣境界，倘若玄空子出手对付冰尊者，那还真是抬手可灭，随时都能轻松秒杀冰尊者。
木谷老人只有3星斗尊巅峰实力，为何初次登场就差点打死萧炎？这波操作太过恐怖，最后竟然逼出巅峰斗尊玄空子亲自救场。邺城大战结束之后，萧炎就开启闭关模式苦修炼丹术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除了帮助叶家夺回丹塔长老席位之外，最主要的目标则是3000焰炎火。当时萧炎体内已经拥有3种异火，可惜光靠3种异火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施展毁灭火莲就需要4种异火。之前释放的毁灭火莲全靠化生火支撑，倘若可以将3000焰炎火搞到手，不仅可以大大提升毁灭火莲的威力，同时还可以让焚诀再次进化。薰儿老婆救场之后，萧炎发现自身的实力还远远不够，甚至和萧薰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。为了快速提升实力，萧炎做了2件事，其一则是彻底炼化魔毒丹。谢碧炎的斗气果然精纯，炼化之后，萧炎的实力瞬间暴涨至3星斗宗，可惜距离4星斗宗还差了一点。无奈之下，萧炎猛嗑珍稀药材，一鼓作气突破桎梏，让自己的实力踏入4星斗宗。放眼整个中州来看，4星斗宗确实不算厉害，可萧炎却拥有越阶挑战的本事。刚刚踏入4星斗宗就展现出超强实力，面对主动挑衅的灵泉统领，萧炎甚至没用真本事就将灵泉轻松打爆。由此可见，踏入4星斗宗的萧炎已经强得可怕。另一方面，萧炎拿下8星雾护法和青海尊者之后，原以为魂殿会暂时消停一段时间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魂殿已经盯上3000焰炎火。这次参加丹会，魂殿也会派人参加。对于萧炎来说，除了魂殿之外，还要应对丹曹白秋4大家族的天才炼药师，倘若实力不够，想要夺得丹会冠军肯定没戏。因此萧炎才会闭关苦修炼丹术，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灵魂境界踏入灵境，这样就可以快速提升炼丹术。就算炼制8品丹药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为了保护萧炎，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时刻守护在萧炎身边，就算萧炎闭关也没有懈怠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魂殿尊老木谷老人已经盯上萧炎。其实在魂殿尊老之中，木谷老人的实力不算强悍，毕竟他只有3星巅峰斗尊的实力，可这家伙却因为炼药术出众，深受店主抬爱。因为木谷老人和药尘师出一门，除了斗气等级强悍之外，他还是一位8品炼药师。虽说炼药天赋不及药尘，但放眼整个中州来看，8品炼药师也算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为了拿下萧炎，木谷老人一出手就是灵魂结界。老匹夫的灵魂力早已踏入灵境，布下的结界确实恐怖。就算小医仙和天火尊者2位斗尊在场也没有察觉，轻松绕过2位斗尊强者就将萧炎困在其中。木谷老人的目的也很明确，他让萧炎叫出异火和焚诀，否则就会轻松将其灭杀。萧炎自然不会轻易认怂，直接锁定老匹夫就丢出一朵琉璃莲心火。看到萧炎真的可以融合2种异火，木谷老人更加确信焚诀的妙用。老匹夫也很厉害，直接丢出海心焰附海网，瞬间就把琉璃莲心火化解。见势不对，萧炎立马融合2种异火，放出佛怒火莲，准备将灵魂屏障打破。木谷老人直接放出狠话，凭萧炎4星斗宗的实力还破不开他的灵魂屏障。既然这一招也没用，萧炎一口气放出4种火焰，除了3种异火还有化生火。小伙子准备开大融合毁灭火莲。看到萧炎如此拼命，木谷老人准备下狠手彻底灭杀萧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而来，丹塔的地方可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。玄空子放出狠话，发出警告，倘若木谷老人还不离去，势必会将他挫骨扬灰。玄空子的实力已经达到斗尊巅峰，就算只有一个分身也可以轻松拿下木谷老人。面对斗尊巅峰的威慑，木谷老人也只能认怂主动离去。等到老头离去之后，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才发现萧炎被威胁，差一点就被木谷老人活活打死。回头来看，木谷老人之所以如此厉害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灵魂力太过强大，踏入灵境的8品炼药师果然恐怖。冰尊者作为冰河谷现任谷主，他有着不输焚炎谷唐镇的硬核实力，为何冰尊者和魂殿合作的时候都不曾服软？遇见薰儿之后却主动认怂，没想到背后藏着3个原因，尤其是最后一个原因，果然和当年药老的描述如出一辙。这里需要先来看一下中州势力分布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一殿一塔2宗3谷4方阁。当然大家都知道，所谓的3谷就是冰河谷、焚炎谷和阴谷，3谷的实力旗鼓相当，几乎处于不相上下的地位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冰尊者身为冰河谷现任谷主，除了实力强悍之外，心高气傲也是他的人物标签。之所以对待魂殿和古族的态度大相径庭，这第一个原因自然是冰河谷和魂殿乃是合作关系。当初雾护法找到冰尊者的时候，冰尊者表现出趾高气昂的态度，丝毫没把魂殿放在眼里。当然这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雾护法的实力太弱鸡，区8星斗宗而已，冰尊者使出一根手指就能将其灭杀。双方的合作关系只是基础，而且双方的利益互不冲突。冰尊者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恶难毒体，雾护法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萧炎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冰尊者表现的态度才会给人一种丝毫没把魂殿放在眼里的感觉。正所谓买卖不成，人情还在，就算最后合作失败，也不会对两边的关系造成太大影响。第二个原因则是薰儿的身份不简单。薰儿出现之后，冰尊者并不知道薰儿的真实身份，即便他身后带着2位斗尊强者，冰尊者依旧不打算放过小医仙。只是在交涉的过程中，冰尊者慢慢感觉到此女的身份太过尊贵，如果得罪她，肯定讨不到任何好处。后续和林老大战之后，冰尊者终于确认此女来自古族。作为冰河谷谷主，冰尊者自然知道远古8族的强大，再加上林老和元老一口一个小姐，
冰尊者大概已经猜到薰儿的真实身份，就算不是古族族长之女，从他身后2位斗尊强者卑躬屈膝的态度来看，此女也是古族某位高层的宝贝女儿。想到这些之后，冰尊者高傲的内心瞬间开始动摇。简单来说，就只有一句话：眼前这位妙龄少女一定惹不起。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斗气大陆实力为尊，打不过就只能认怂。当年萧炎刚刚走出萧家开始历练的时候，药老就曾告诉过萧炎，斗气大陆实力为尊，唯有自身实力强大才是硬道理。这个道理即便放在中州依旧很适用。冰尊者一开始并不打算认怂，随后出手和林老打一架。林老施展第一印诀第4印烟天印的时候，冰尊者也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无奈之下只能施展冰尊境大招洞天掌进行抵挡。虽然最后结果看似旗鼓相当，没想到薰儿一句话瞬间吓尿冰尊者。薰儿让林老不要浪费时间，赶快拿出真本事来战斗。原来这个老头只是试探性和自己玩了一把。就在薰儿说完之后，冰尊者瞬间认怂，声称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，后续不会再对小医仙出手。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插曲，青海尊者吐槽冰尊者这番操作有失冰河谷颜面，让他继续出手拿下对方。可冰尊者又不傻，明知道对方的实力还在自己之上，此时若还为了面子强硬出手，那可真是茅坑摔了一跤离屎不远。从冰尊者一系列的操作来看，其实还是最后一个原因最直接，打不过对方就只能认怂。当然这里也要吐槽一下，反派角色的人设始终不会改变。后续冰河谷加入冥河盟之后，冰尊者瞬间觉得自己又醒了，活该到最后落得个人死谷王的下场。如果冰尊者泉下有知，估计也会后悔这个决定。明知道萧炎有古族撑腰，还要逐渐冥河盟对抗星陨阁，自己作死谁也救不了。